乌军开始在战场上使用三蹦子。这个比较搞笑的行动，其实呢并不一定那么可笑，因为偷鸡作战并不过时，这种武器解放军也有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贤少。北京土话习惯将汽油动力带棚的三轮车称之为三蹦子。在解放军完成机械化之前，三轮摩托车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。就算到现在，中国陆军的机降作战部队仍然装备有三蹦子，这是特种作战必不可少的一种运输工具。而中国特种兵还装备有空中三蹦子，那就是被称为狩猎鹰的轻型旋翼飞行器。最近乌克兰战场上也出现了三蹦子，乌军的游击战小分队正在携带反坦克导弹不断的偷袭俄军，甚至能够让俄罗斯人猝不及防。因为三轮摩托车具有越野能力强、故障率低、承载能力较大、通过性好、速度快等特点。对熟悉地形的乌克兰作战小分队来说，三蹦子在战场上的生存率甚至超过了坦克和装甲车，这就非常有意思了。据美国战区专栏报道，一支藏身于森林里的乌克兰部队发布了一段视频，介绍他们部队的反坦克摩托车。该部队至少有3辆三轮摩托车，副手可以操作单兵式反坦克导弹。上一次的类似装备是2战时期的德军，当时车上的副手操作的是铁旋式反坦克火箭筒，或者呢是机枪。而乌军所播放的这段颇为正式的影片表示，共有6名蒙面士兵，每辆车上有2名成员，1名是骑手，而坐在边车上的是武器员。原本边车的扶手现在被改装成了武器的固定架，架上呢可以安装 AT-13单兵反坦克导弹。虽然这样的武装摩托车看上去蛮有趣的，但是实战中有一定的挑战性，因为导弹发射出去后的排烟和暴风可能会伤害到乘员的安全。所以乌军实际使用时可能不是边走边射，而是抵达伏击点后停车再射击，然后呢迅速的离开该区域。摩托车具有快速、敏捷、不易被发现的优点，这是乌军目前主流的打了就跑战术。乌军在正面战场目前主要是防守，这种袭扰战的目的就是要积小胜为大胜，严重的消耗俄军的装甲车辆。乌军使用的摩托车都是蒂涅博 MT-11型，这种摩托车呢是1983年问世的，是苏联时代的乌拉尔重工厂的产品。它拥有高达260公斤的负载能力。AT-13反坦克武器系统的全重只有14公斤，是一种线控式的导弹，无法射后不理，所以实际操作时，乌军也有可能必须放弃三轮摩托车，才能够更快地逃离现场。俄乌战场现在的接触面接近2000公里，在近1000公里范围内都有交火，这就给了乌军展开敌后游击作战的一个有利条件。所以我们之前看到乌军使用电驴子，也就是电动摩托车，现在呢他们又开始投入使用三轮摩托车了，这就是战争艺术的一种体现，也是符合乌克兰国情的游击战模式。俄军目前已经遭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消耗，我们看到50岁左右的志愿兵补充到了乌克兰的一线部队，大量使用苏联时期的坦克、火炮和导弹，甚至呢还开始使用 S-300来打击乌军的地面目标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，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军队都在不断的调整其战术，而且也都有了更为符合自己的选择。在这里并没有绝对先进的武器可以包打一切，关键还要看是否适应新的战场环境。三轮摩托车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被证明仍然是游击战的利器，而且呢他们往往能够让对手防不胜防。俄乌冲突还在持续，在这场冲突中，今后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式武器，
或者是用老武器玩出新花样，我们不妨拭目以待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